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的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昨天晚上我确实是喝醉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越醉呢，我脑子越清楚，所以我记下了昨天你跟我说的话。我刚才出去打电话，你没有问子夜你想知道的事儿吗？没有。你那么想知道我去了哪儿，我做了什么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你知道，其实我对你去了哪儿，到底做了什么，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比较担心你。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啊，你昨晚到底去干了什么事情，去了哪儿，而且你们俩是否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是不是被公司的同事有看到？我想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，江总的心眼到底有多大。如果被他发现了该怎么办？白天在公司有一个男朋友，晚上还有一个男朋友，到时候这事对你来讲真的不好。我会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的。还有，我觉得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，对我非常的不尊重。哎，你千万不用生气啊！我只是对你关心。我总觉得你没有想清楚啊。我当初为什么要同意跟你假扮情侣？那对，确实有我想帮你的一个因素，但是还有，我是想继续研发我的项目，我想多赚点钱，想要给我们家金刚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。但如果昨天晚上但凡有人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发生了什么过分的举动，拍下来的照片，跟江总说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可能是你跟江总的私交，你们的私交的关系，他可能会放你一马，但是我呢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会成为一个替罪羊，事业全毁，还谈什么未来啊？停车！这怎么了啊？停车！我不想跟一个不懂我、不信任我的人多说半句话。为了不影响你伟大的前程和你的工作，为了不影响你养儿子的大事儿，咱俩的协议到此为止。哎，我这边和 Tessa 的接触也很顺利，多亏了你之前的联络，你的老主席 Tanya 还让我向你问好。帮我也跟他带好，代我谢谢他。工作的事情已经说完了，现在是朋友间的聊天。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，你和童总工没事吧partner 之间呢，有摩擦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过一切还好，放心。他呢 ，Lisa， 你很聪明，这个词儿倒是一语双关的，既是工作伙伴，又是伴侣。不过你这个样子，其实我一点不意外。他的毛病我很清楚，他的优点我也很清楚。他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但人才可不等于是最佳的伴侣啊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江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我过来找徐总汇报一下工作啊。哎，不打扰你们吧？没有啊，刚聊完工作。昨晚上我跟多多还在聊您，也不知道您在新加坡的会议还顺不顺利啊？都很好啊，不必挂念。你的项目进展如何了？一切顺利，等会儿回来看结果吧。行，那回见了啊，挂了。好嘞，再见啊，来。我是觉得你应该收回刚才你说的那句话，在公司你还是需要我的，比如刚刚。怎么？你还粘上我了？我不要面子啊！你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想分开就分开，别人怎么想我呀？你可能对于我童宇的爱情观不太了解，我只要认定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不会那么轻易分开的。咱不刨出眼，
都包括在内。你跟他们说是我提的呗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的菜。我跟公司的人说是你提的，人家问我为什么，我怎么说呀？我总不能跟人家说，因为你昨天晚上出去跟另外一个男人约会，劈腿了吧？这人家怎么说你呢？见异思迁，薄情寡义，绿茶，我可不忍心。这你的意思，咱俩分不开了？我总是觉得咱俩这场戏啊，还没演完。只要你我能坦诚相待，继续遵守之前的原则，咱俩还是挺和谐的。你的菜来了，好好聊吧。麻烦把门给我带上。这醋味儿，我很坦诚啊，我不需要任何的隐私啊，啊。喂，白医生，哦，我在干嘛呀？我在公司呢。周五下午5点。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你说。人的感情会不停地向前行走，有时候因为误会就会出现岔口。这时候，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逼迫着我们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似乎都不会回头。走了。但感情却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让我们心神不宁，于是我们走着走着，总会想起，总会回头。相遇在下一个路口。你这早上怎么又没过来找我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佟导，我不想按照你的剧本来。我就是为了咱们两个好。你说等一下到了公司，咱们同事看到了，就你我这样。你懂啊？不懂。不懂我教你。Tino 机器人采用新型 HW 7纳米芯片后的第一次模拟数据实验，投入数量40。哇，宕机率不到5%。载体温度耗电量图一切正常，老大，问题都解决了。继续收集，准备第2次测试。这个芯片简直就是为 Tino 专门设计的，你太神了，老大。这不是我神啊，是咱们国产的芯片神。别乐了，实验的技术太单薄了，没有任何的说服力。准备第2次测试，数量100。
哟，这么巧啊！哟，白医生呢？没跟着一块儿来呀？哎呀，是不是一会儿结账的时候要买点别的呀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白医生？你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周五下午5点要一起约会。你没放鸽子啦？你帮我约的？哦，我说你今天一天在公司为什么情绪那么不好啊？吃错了？我吃你的醋啊？麻烦你让一让，不要打扰我自在的周末。哎，周五下午5点不是约会的时间，是接金刚放学的时间。白医生他是约我的，但是我没有去啊。你光记着这个时间了，是不是忘了一点重要的事情？是不是答应我，还有你，还有金刚，咱们3个一起去游乐场？吃多阿姨，这周末能带我一起去玩吗？我保证不淘气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赶快走啊！走走走走走。东西拿着呀。不要了。给金刚啊，走。来。我的宝宝。这怎么着就喜欢美女啊？啊！你爸在这儿等你，你不打个招呼？吃多阿姨，我好想你啊！我还害怕你中间忘记来接我呢。阿姨答应的，怎么会忘呢？你怎么还撒谎？哦，爸爸，怎么了？大家好，哇，金刚，这就是你的妈妈吗？好漂亮啊！谢谢啊，小朋友。我们要去游乐场啦！拜拜，金刚。拜拜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我没跟你说呢 ，HW 今天应援的非常顺利，谢谢你啊。要谢就谢你自己，还有你那8大金刚，只有你们才能做成 T-Now，我嘛只是举手之劳。你得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国王兄，其实他也挺懂我的。你们俩什么时候？这男人的事你就不懂了吧？小朋友，一个人不能玩哦，你的监护人呢？哎，怎么了？爸爸。啊？他们不让一个小孩自己去玩。这爸爸也玩不了啊。这，你问问许多阿姨能不能陪你做，好吧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做吧。那好吧，去吧。走了。我就在下边等你们了啊。好嘞。金刚！开心了啊！开心，因为是因为阿姨来陪我，我就很开心。不是，那怎么着？爸爸陪你，你不开心啊？那做个女孩子种什么这么娇气？这不是你告诉我的。臭小子！爸爸，是的，阿姨，你们会结婚吗？什么？你们会结婚吗？
是你个臭小子，瞎说什么呢？你让我把史东阿姨当成我妈妈。金刚，你就把许多阿姨当成妈妈就好了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吗？可是大人不是只有结了婚才可以在一起吗？啊，我看你这个脑子今天玩了一天，是不是？怎么稀里糊涂乱说什么呢？啊，走，爸爸带你回家了。我还玩呢。明天再玩啊。爸爸害羞了，爸爸聊了，爸爸喜欢史大爷了。等我一下，爸爸，史大爷，您看我们的影子。啊，来追我呀！带你去恐龙馆玩好不好？啊？你的，我们三个。今儿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很开心的一天。既然今天这么开心，能不能告诉我呀？你跟陈子怡去干嘛了？你可真会挑时候啊！好吧，我告诉你，那天子夜家里面人得肺炎了，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，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帮他。我信你。那你说咱们俩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，就过去了吧？怎么过去了？首先第一点，你必须来过来，你必须要解除那天你跟我说的加班男女朋友的事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跟你解除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合作必须要做到信任。而且不管有任何的事情，不能有任何的隐瞒，必须要真诚的对待彼此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遇到什么事情要跟我讲真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是金刚吗？我是金刚他爸。你至少哎，等一下，盖章之前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就你最近这一些的表现，你必须要给我写一封道歉信，500字以上，不能有重复的字。不是咱俩谁幼稚啊？我从小学以后就从来没写过什么检讨书、道歉信。我答应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金刚他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？我知道。他的内心特别渴望。可是他现在还小，长大了以后，他就都明白了。可你是个大人，你不是个孩子。你知道，一个人的童年，对于他人生来讲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将来你可能想清楚了，你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可那个时候，金刚他已经长大了，他再也没有童年了。你是他的父亲，你应该为他负责任。就相当于曾经你跟我讲过，你说北极熊和企鹅为什么不能够同时在一起，为什么老是遇不到？我查到了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了。原先北极熊和企鹅它们非常和谐的生活在北极，但是通过人类的捕杀，企鹅灭绝了，但北极熊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，它活了下来。
是我理解能力不行，还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听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就是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宝宝，宝贝，醒了？那爸爸带你回家。好。走吧。许多阿姨帮拿气球啊。嗯，还有小水壶。好。哎呀，我们的小气球，小气球，宝宝带你回家了。他们俩的背影如此的温暖。在某个过去，我也曾经有这样温暖的瞬间。我想回到过去，再走一段那永远无法重现，却永远无法忘记的童年。他走出门外，他似乎离开，但请你不要锁住那道门，因为当你不经意的时候再度打开门时，有一天你却会发现那人还在门外。郭老师帮个忙，请立刻发送给我关于《射雕英雄传》中评论英雄主义的一些相关资料，可以吗？请帮助刻苦学习的孩子吧。大侠入郭境，一朝知错，尚坦荡承担。国忠啊，国忠！你不过一介无名书生，既有错在先，为何不敢坦然面对？这是女生宿舍，老师，请问你找谁呀？哦，我找我的一个学生。有事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，少在这儿晃悠啊，不合适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郭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想找一下艾米。哦，老师，我上去也不太方便，如果你能上去的话，帮把她叫下来。艾米今天早上跟我见过面了，她说她要退组。为什么退组啊？因为她……郭老师，抱歉，临近毕业，我就业压力很大，得忙着实习，所以退出小组了。祝您取得好成绩。他刚才发微信跟我说了。其实郭老师你也别多想，这个是艾米很早之前就做出的决定。如果实在要说，那肯定是我影响了你们，真的非常抱歉啊。啊，没事，这件事不用再提了。经过那天之后呢，我又再次细心地研读了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是我的读后笔记，请过目。说说吧，《史记游侠列传》中关于郭靖是怎么讲的？《游侠列传》，
你没让我看这个呀？啊，这个，嗨，知道。你这一问把我问懵了。那你说说吧。啊，说说。这个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人要言必行，行必果。那君子大侠就是有责任、有担当，对不对？对，继续说。还说呀？这个有责任、有担当嘛，我李杰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哎呀。倩，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，但是我知错就改，我知道反省啊。那即便是君子大侠，他也会犯错误的，只要知错就改，那还是个好大侠嘛，对不对？这份作业你找郭崇帮你找资料拼接的吧？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不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是这样。好。其实刚才说的挺好的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啊，我真的认真想过了，这个，我不管你什么样，我都能接受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喜欢你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给我小声点。我认真的思考过，我李杰森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。我就是想跟你成为一家人，从今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来管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李杰森是一个能依靠、能信赖的好男人。我要你的钱干嘛呀？我才不要呢！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人书里都写了，黄蓉就是管钱。不过你这个低欲望族也可以好好管管。哟，挺了解我呀，还低欲望族。是啊，你每个月月光，吃饱了喝足了玩好了，你就天天开心的，没有理想，没有目标，得过且过，不是你吗？哎呀，那以前不是一个人吗？那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你的钱我1分都不会要，但是我可以帮你管理你的钱包，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感的男人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把你的收入和开销都写成一个账本，然后把剩下的钱放在一个新的账户里面，再用这个新的账户去买一些理财产品，一点一滴，积少成多，你能做到吗？能 ，so easy。当然了。那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你给我严肃点啊！大侠可没这么嬉皮笑脸的。言之有理啊，进食。来，吃这个。不知不觉，飘飘，我们已经聊了3个月了。这3个月有什么收获吗？你的话帮了我很多，让我心情没那么压抑了。而且我也开始习惯了没有太太在身边的生活。但可能人就是不能闲，一闲下来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和他结了婚以后，他总是不在家。照理说，比起别人来，我看起来还是自由的。但有时候这种自由，却甚至比束缚更可怕。人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也没有绝对的束缚。别那么悲观，生活的路上总是充满坎坷，有时候就需要放松自己，去加把油，然后继续上路，继续前行。放松点心态，你可以的。和你聊天，真的犹如微风拂面，沐浴阳光，好舒服，就像回到了大学时光。谢谢你，有机会真想和你见面。兄弟们，我想学校了，今晚重走青春路，回学校踢球，意下如何啊？哎，这运动一下，感觉这骨头都松了。哎呀，我没觉得呀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自从我跟倩倩在一起以后，我觉得我每天精力充沛。哎呦，你这整个就是
上火憋的。你不憋，踢火球就软成这样，还要我帮你按摩？你可瞎说！哎，头，你说句心里话啊，我今天是不是在这场上表现最好的啊？我觉得我儿子发挥的最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垫了几个球啊？6个。哇，未来的小足球星是不是？嗯。哎，群里啊，咋了？04届音乐社和舞蹈社联合同学聚会，明天晚上8点。聚会，我想去。这地儿你去不了。我去，2个社联合呢，人多热闹呗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这舞蹈社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小白鸽在舞蹈社吧？哎，多少年没见了？我有点兴趣啊！啊，你还惦记人家？那个，我不去了。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研发会，咱们去了肯定少不了喝酒，喝多了耽误事儿了。哎呦，还真是哎，那我也不去了吧。我这学校历史知识竞赛呢，这关于我职称问题呢。啊，那我也不去了。现在是我的关键时刻，万一倩倩知道了，又得不高兴。3位大哥，你稍等片刻，行不行？工作、职称、女朋友，怎么着？生活里面就这些了是吗？我希望你们可以看看我，好不好？所有的业绩、利润下滑10%，我说什么了？我老婆天天不在家，我哭了吗？我每次出门都跟她3番5次跟她请假，我怂了吗？她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肯定是坎坎坷坷了。遇到坎坷怎么办？就这么静静待着？肯定是先放松一下啦。这个聚会是什么？对我们来说就是加油站，必须加满燃油，冲向远方。哎，金刚，你说我说对吗？哎呦，这一套套的也不知道你从哪儿学的，但听着吧还有点意思啊。甭管从哪儿学的啊，听下来倒是句句在理。哎呀，必须的嘛！你想想，读书社、舞蹈社能让他们看笑话吗？肯定不能啊！退一万步讲，在学校里面，我们是足球队的4大天王啊！哦，能变成3驾马车啊？那太丢人了吧，这也不止丢人，多棒啊！多好！去，都去。靠谱啊，就对了。各位，冷静啊！我的2点钟方向。哇塞，这师妹可以呀！啊，像色狼啊！你别弄得像色狼行。哎呀，我看大家也都渴了，去买点水去啊！哎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那你帮我带瓶回来啊！哎呀，这带什么带？走，一起啊，一起。爸爸，我好累。爸爸，你看那颗星星好像在对我眨眼睛呢。金哥，你记得爸爸之前一直跟你说，那颗星星它会一直看着你。爸爸，你以前跟我说，他还在看着我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了。那我对他打招呼，他能看见吗？他可以啊，你试试。嗨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和爸爸都很好。
来。金刚，你只有到长大了都还要记得，那颗星星，它比爸爸更爱你，知道吗？谁呢？喝口水。我看着你感觉很累。不累。你看金刚，这小燕儿一晃都7岁了，长这么大了，现在可懂事了。是啊，一转眼7年了。孩子，你考虑过以后吗？以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就这么看着金刚长大，到17岁，再到27岁。金刚是一天一天健康成长，可是孩子，你呢？我们希望你过得比现在更好。我现在很好，放心吧。咱们出去吧。明天周一，别忘了我的作业。哎呦，道歉信。今天是毕业12周年的聚会。同学聚会对于我们这些30多岁的人来说，有着格外的意义。它不仅是一场追忆年华的欢乐场，还是先生们返老还童的时光机。大家都变了吧？
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，你一点都不担心？女人怎么了？聚会当然有女人了，当年的女人，当年的情人，那可能是一段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感。回忆一下，要好好的想一想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我去，不会是他吧？